上期说到，阿正的童年一直很孤独，还好有位疼爱他的大姐姐喜和，而他却在5年前去世了。这天，阿正来看望他，却在这里看见了天达老师。原来他就是喜和的恋人。祭拜完后，两人一起去吃了午饭。天达老师说，他要和许久未见的老同学们举办一场推理大会。听说阿正最近在帮助警方破了不少案子，想邀请他一起参加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拜托阿正观察参会的人，因为有个人在说谎。阿正一听来兴趣了，立刻就同意了。出发那天，阿正发现小女警竟也来了。原来天达老师也发现了他，而他要找出那个不说谎的人。出发之前，天达老师还让小女警对自己的身份保密，毕竟有个刑警就像开了外挂一样。之后3人来到目的地，这里是一座挂满常春藤的别墅，花园内有厚厚的雪，就像是暴风雪袭过。但阿正却注意到门前的一株植物。这时天达老师的同学高叔来了，他有极度洁癖，即使来做客，他还是带来一大堆自己的生活用品，甚至连睡觉的帐篷都带来了。随后又出来一个男人，他叫鸟叔，是这家别墅的主人，也是天达老师的同学。除此之外，鸟叔还请了2位推理爱好者，分别是阿四和面包。游戏开始前，阿正和女警还为大家准备了烧烤，而高叔依旧用的是自备的餐具。阿四听说他们几个是同学后，便好奇地打听着学生时代的八卦。鸟叔就像是打开了花匣子一样，说高叔当时是学生会长，还是田径部的明日之星，文武双全的，他还被女生们称作完美男人。高叔听后表示，那都是过去式了，现在的他只是一个在施工所上班的普通大叔而已。看着众人一片欢声笑语，阿哲还在仔细观察着那个说谎的人到底是谁。随着夜幕渐渐降临，众人围坐在壁炉前，高叔为了给大家暖场，便讲了一个关于透明人的案件。顺着这个话题，大家都在讨论自己成为透明人后会想要做些什么。一番小插曲过后，推理大会正式开始。鸟叔告诉众人，这间别墅是他最近才买下来的。他听说5年前这里住着一对夫妻，2人的感情非常好，总是形影不离。可屋主的妻子却在某天从阳台上跌落下来，不幸过世。她的丈夫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还怀疑妻子是被跟踪狂给杀害的。这时高叔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，让鸟叔别再提这件事了。但鸟叔却并没有理会，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，那个丈夫曾说过，如果找到犯人，就要将他亲手杀掉。所以鸟叔想请在场的各位解开这个谜团，看看那名妻子究竟是死于意外，还是有着不为人知的真相。除此之外，鸟叔还给了众人2个提示。他说那个妻子似乎很喜欢画，走廊上的画都是他所绘的，而且他还会用4叶草当作书签。另外，今天刚好是那对夫妻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，2人为此特地准备了一瓶红酒，鸟叔一会就拿来给大家喝。随后众人便开始在各处寻找线索。阿正注意到有一个上锁的房间，他想到里面可能是些贵重的物品，所以也就没太过在意。接着他一路来到母亲书房，发现这里似乎很久没人来过了，里面的书都被随意的丢在地上。这时小女警也找到了这里，于是2人便一边整理书籍，一边寻找线索。他们发现这些全都是与花相关的书籍，每本书上还都夹着4叶草书签，而且他们还找到了许多封鸟叔写给他妻子的信。难道鸟叔就他所说的丈夫吗？除此之外，2人还找到了几篇报道，里面不光那名妻子摔死的新闻，还有一篇报道上面居然还放了鸟叔的照片。阿正觉得事有蹊跷，便拿起书本仔细的查看，结果却发现所有夹着书信的页数居然全部指向第252页。阿正像是想明白了什么，他连忙跑了出去，呵斥众人不要喝那瓶红酒。接着阿正将自己的发现告诉给了众人，并表示鸟叔就是故事里的丈夫。可他怀疑鸟叔根本就不爱他的妻子，毕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绝不可能把这件事当成游戏，也不会把妻子的遗物就那样丢在书房不管。虽然阿正确定的是所有书签加上的页书，除此之外，阿展还注意到那个上锁的房间是从外面锁上的，感觉就像是将某人关在里面一样。在劫得鸟叔之前所说的夫妻2人总是形影不离，但如果反过来看的话，也可以把此事理解为丈夫从不允许妻子独自外出。另外，阿展还依次翻译出每幅画所对应的花语，接着下一幅是严蔷薇，而他的花语是我明天将会死去。以上这些都是阿种在花语词典中找到的，上面还特地做了记号，所以鸟叔妻子的死因很有可能是想要自杀，或者是让他逃跑时无意间从阳台上摔下来的。如果阴阳说有跟踪狂的话，那就是鸟叔本人了。听到阿正的推理后，众人都难以置信地望向鸟叔。除此之外，阿展还发现别墅的院子里种着一些夹竹桃，而这是一种具有很强毒性的植物，
这就说明他妻子知道鸟叔会在20周年纪念日喝下那瓶红酒，于是便打算用这种剧毒送他上路，所以那瓶红酒是绝对不能喝的。眼看阿哲推理的天衣无缝，可令人没想到的一幕却发生了。原来鸟叔根本就没有妻子那瓶红酒，也是自己买来的，这一切全都是他设计好的游戏。就在阿准庆幸着没人死去时，一旁的高叔却看不下去了。他告诉众人，5年前真的有一个女人死在了这里，而她就是天堂老师的恋人喜和。高叔感到非常生气，他没想到鸟叔居然会把这件事当成了游戏。天堂老师见状连忙安慰他，说自己其实已经放下了。大阿整却是头一回听说喜和姐姐真正的死因，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。随后陛下众人讲述了喜和被害的原因。原来作为心理辅导师的喜和总是会遭到一个患者的跟踪，这让他十分困扰。天达老师得知此事后觉得很危险，便委托鸟叔让他藏身于此。但不知为何，他藏在这里的消息却被跟踪狂给知道了。于是跟踪狂便在喜和独自在家时闯了进来，并将他杀害。可奇怪的是，跟踪狂居然也死在了这里。当警方发现尸体时，壁炉内正焚烧着夹竹桃，而烟囱也恰巧堵住了，导致毒烟布满了整个房间，所以他俩应该是吸入毒烟而死的。至于真相究竟如何，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得知，但这场推理大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。只有阿正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他望着天空飘落的雪花，不禁想起了即将逝去的莱卡。一旁的小女警听完不知该如何安慰他，便故意岔开话题，说最近东京也发生了多起跟踪杀人案。这时阿长突然回想起天堂老师之前的委托，为什么会要求自己找出那个说谎的人呢？难道这件事跟喜和的命案有关吗？随后阿正本打算到沙发上睡觉，结果却发现阿四已经躺在了这里。阿正无奈之下只能躺在走廊的长凳上，望着喜和生前的画作，回忆起了小时候与他共度的时光。而这一夜难眠的人不只是阿正，似乎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有着各自的心事。转天因为下了一夜的雪，众人起床后便来到院子里铲雪。期间天狼老师告诉阿正，喜和被害的那天也下了这么大的雪，当时凶手的脚印一直延续到了后门。可奇怪的是，大门周围的雪却被人清理过，而凶手的其中一个脚印也被人给清理了一半。所以天岛老师5年前还有第3个人曾来过这里。然而就在2人谈话间，小女警却发现院子里的夹竹藤似乎被人折断了一些。难道是有人想要重演5年前的悲剧吗？不仅如此，小女警还和阿正在更换工具时，因为停电被困在了车库里。阿正便打算去高处的帐篷找灯，结果却有了意外发现。由于车库的门只能从外面打开，2人便索性聊起了天。虽然他俩都还没有找到天娜老师所说的那个人，可阿正却隐隐感觉到这间别墅内似乎在进行着什么。而小女警也没想到先前看到的夹竹桃，她怀疑这一切都是有人蓄意为之。一想到这里，小女警就坐不住了。原来天道老师找到了停电的原因，是大雪将电线给压断了。高叔见状便想打电话找人来修，结果却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，于是便委托天道老师给他打个电话。不久以后，天达老师联系了维修人员，他们说最快要傍晚才能赶来，于是众人就准备煮些咖喱当做午饭，而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就交给了作为咖喱狂魔的阿正。这时鸟叔突然注意到2楼走廊的窗户竟然还开着，他怀疑高叔昨天在打扫屋顶时忘记把窗户给关了。只有这种人坐在沙发上闲聊。阿四似乎对高叔随身携带的小挂件很感兴趣，高叔连忙解释说这是他去1日游时买来的纪念品。可阿正望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又突然看到一旁的小女警在洗餐具，瞬间就想明白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高叔突然大家在吃饭前先喝点红酒，说完就去拿自己带来的红酒。接着阿正告诉众人，天达老师曾委托过自己找出那个说谎的人，而他经过这2天的观察，终于确定了那个人是谁。阿正表示，昨天他们刚来的时候，高叔说以前别墅门口没放过地垫，还说自己冬天没来过这里。可如果他只在冬天以外的季节来过，地点应该是一直放在门口才对。那他是什么时候看到门口没有地点的呢？最关键的是，高叔在说这话的时候，还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。如果这件事只发生了1回，还有可能被认定刚好是鼻子痒了。可高叔却不止1回这样做了。他在讲透明人的故事，以及说窗户不是自己打开时，都曾下意识地摸过鼻子，所以这些事情他都在撒谎。小女警见状，也说出了天堂老师拜托自己的事情。他认为那个唯一没说谎的人，应该也是高叔。毕竟之后他在听完鸟叔所讲的故事后，是真的为此而生气了，甚至还主动为大家讲了喜和的案件。他明知道这是场游戏，却还是无法配合，说出了真心话。所以这个既说谎又没说谎的人，正是眼前的高叔。听到这里，天达老师也觉得有些奇怪。高叔明明没有在案发当天来过这里，可他还描述此案时，就好像曾亲眼看过现场一样。除此之外，阿长还表示，高叔曾在昨夜对自己说过，如果时间能重来的话就好了。
听到这里，高叔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开始一哭二跪三坦白。原来他那天曾接到喜和的电话，对方说他的高中同学等下会给高叔打来电话，喜和拜托高叔到时候将自己的藏身地址告诉他，并说出了那位同学的名字。高叔虽然是一口答应，可在不久后接到电话时，却在没有询问对方姓名的情况下，就把喜和的藏人地址给说了出去。事后，高叔因感到不安，如果电话那头是跟踪狂的话，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。于是，高叔便开车来到了别墅，在这里果然就看到了一辆从没见过的车。高叔连忙跑进屋内，却发现里面布满了毒烟。鸟叔听完忍不住怒斥高叔，就算当时联系不上喜和，也可以打电话报警啊。可阿正却认为，高叔之所以没有那样做，是因为他自己不想罢。毕竟鸟叔在指责他没关窗户时，高叔就曾摆出过一副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态度。或许他当时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闯了祸，所以才会将门口的雪铲掉，并消除了自己的脚印。说到这里，阿正认为天堂老师应该早就知道了事情真相。对方听完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只是希望高叔能亲口说出来而已。但高叔听完就有些难以置信，他没想到这样推理大会从一开始就是为自己设下的局，一下子感到怒不可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没什么存在感的阿四却突然站了出来。原来他们两个都是刑警，近期他们辖区内接连发生了3起跟踪杀人案，由于受害者都是在藏身处遇袭的，而警方也从嫌犯的口供中得知，他们作案前曾接到过陌生来电，那人向他们提供了受害者躲藏的地址。而高叔则任职于施工所的民事科，他的工作就是处理跟踪或者家暴受害者的庇护安置手续。只有2位警察才会伪装成特地前来调查高叔。除此之外，那3名嫌犯接到的电话是由分散各地的电话亭打来的，而就在刚才，他们查到高叔的纪念品都是从那些电话亭附近买来的，而他的购买日期也与嫌犯们接到电话的日期相吻合。所以，综上所述，他们怀疑那个提供藏身所的人正是眼前的高叔。眼看证据摆在面前，高叔也只能是乖乖认罪。原来，自从喜和的事情发生以后，高叔就一直活在悔恨当中，可他后来终于承受不住压力，思想也开始渐渐变得扭曲。说完，他像个没事人一样招呼着大家去吃咖喱。但阿正除了自己，终于明白了高叔想要做什么了。还记得本期开头那个透明人的故事吗？仔细想想，高叔从一开始就自备帐篷睡在车库里，而拖鞋、碗筷还有杯子也全都是自己带来的，更何况他的手套和帽子也从来没有摘下来过。假设那瓶红酒里掺了安眠药，等大家都被迷晕后，高叔将家族逃丢入壁炉内燃烧。待警方赶到时，他们只会发现除了高叔以外，其他6人的遗体，并且还没有任何外伤。除此之外，阿正还发现高叔张地图，上面记录着从山上到山脚下有着排除积水用的下水道。高叔只要从下水道偷偷下山，就不会有人发现他曾来过这里了。而这也刚好解释了高叔之前爽快认罪的原因。众人听完纷纷瞪大了眼睛，他们万万没想到高叔居然会打算将他们全部灭口。阿正听完就继续补充道，喜和的忌日刚过，他的恋人与朋友们就齐聚在别墅内，重演了当年的命案。如果他是警察的话，肯定会怀疑是天堂老师伤心过度，所以才会拉上别人一同寻死。除此之外，高叔还故意将手机落在家里，让天娜老师给他打电话，这样一来就能制造出高叔当事人在家中的假象，从而已经有了不在场证明。另外，高叔还曾经清扫过屋顶，恐怕这也是为了给烟囱做手脚。然而，高叔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，却在中途发生了意外。那就是昨夜突然来了一场大雪，造成了别墅停电。如果维修人员来了的话，高叔在这里的事情就瞒不住了，所以他才会想要赶在对方来之前尽快了结这一切。就在这时，小女警找到一篇报道，上面写着另一处山庄内有4名男女吸入毒烟，集体自杀。也就是说，高叔之前出的那道看似是玩笑的题目，其实是为了这次计划事先做了一次演练。眼看阿正拆穿了自己的所有计划，高叔只能坦白说自己其实非常痛恨天导老师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告诉众人自己根本没有在红酒里下安眠药，因为他知道阿正不会喝酒，所以他把药下在了咖喱里。可阿正听到这里，却突然说自己其实并不怪罪高叔。阿张表示，如果当初高叔将自己的失误全部说出来就好了，这样一来，他或许就不会活在悔恨当中。他能看出高叔对喜和的死一直都耿耿于怀，直到现在都不敢面对天堂老师，但他却在昨夜突然发火，怒斥鸟叔为什么举办这个游戏，这说明他是很在意天堂老师的，怎么事情就会闹到这般地步呢？随着案件宣布告破，阿斯在临走前突然询问小民警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和面包是警察了。小女警虽然点头承认，但在人走后却偷偷告诉阿正，不久以后，小女请到医院去探望莱卡，结果2人没聊几句，莱卡就突然晕倒了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莱卡与千叶子的故事。
随着新年将至，阿正与莱卡约好元旦那天一起去做新年参拜。结果到了元旦当天，阿正却在内心里不断打着退堂鼓，所以阿正就与莱卡一同许下了新年愿望。临走时还分别抽了签，阿正抽到的是凶，而莱卡则抽到的是终极。这时阿正突然向屏幕前的大家开始科普抽签的正确顺序。说到饥饿一词，二人还真的有些饿了，于是莱卡便拉着阿正一起去吃了章鱼烧。不过此情此景总让阿正觉得他俩是一对情侣，他吓得连忙向场外的娜娜解释。另一边，小女警与年轻警官在巡逻时，刚好撞见了眼前的这一幕。随后，莱卡在回去路上突然向阿正提议，一起去吃烤肉吧。接着，二人便来到了某家烤肉店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这里的店员似乎刚刚哭过，而且他还不顾父亲的阻拦，将阿正二人给请了进来。莱卡发现店员说话很紧张，端水的时候手也一直在抖，于是便与阿正加密聊天。随后，店员在给二人点餐时，突然捡起地上掉落的零钱，其分别是5块和10块的硬币。接着，他又主动为二人上了一道苦瓜豆腐，当作是新年的特别招待。不过，由于阿肘与莱卡二人从来都没有吃过烤肉，所以便委托店员帮他推荐一下。不久以后，莱卡竟猜到上拳了，便主动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他说自己一直在找一个能代替他行动的人，所以在很多地方都藏了暗号老仙境。虽然最先发现，可他的年纪却已经折腾不起了。于是他便把沉思录留给了阿正。那么莱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答案马上揭晓。原来青叶子小时候总是会遭到父亲的性侵，但他的母亲却对女儿不管不顾。后来青叶子实在是无法忍受痛，便逃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而莱卡就在那个时候诞生了。除此之外，莱卡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，也是因为他的父亲有一台莱卡相机，每当七叶子承受痛苦时，他就想要成为一台照相机，或许这样一来，他就不会再感到痛苦吧。莱卡因为实在看不下去，便委托火焰天使帮他烧死了千叶子的父母。后来千叶子住进了医院，由于身边没有父亲的威胁，他也渐渐打消了自杀的念头，而那些人格们也只剩下了莱卡。不过由于青叶子的身心成长还停留在了10岁，连走路都是个问题，所以莱卡才会每天替他出来散步。但就在最近，青叶子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，等到了春天，他就可以顺利出院，去他的养父母那里生活。在了解完事情真相后，阿正决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陪莱卡度过这难忘的夜晚。可就在这时，店长家二人吃的差不多了，并要求店员给他们换了烤网，顺便询问他俩还要不要加菜。然而阿正就在翻看菜单时，突然注意到店员之前推荐的醋拌牛肠居然在菜单上没有，而且苦瓜豆腐也没有。苦瓜烤炉用的是铁板，也不是烤网。更何况在阿正二人走后，店长突然叫女儿把门锁上，还说一会来客人了也不要开门。难道在这家烤肉店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吗？不久以后，阿展突然回店里，并声称自己有东西落里面了。结果他刚一进屋，一大群客人就涌了进来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这个强盗将真正的店长夫妇绑在了厨房里，并威胁他们的女儿乖乖就范。但由于阿正二人的突然出现，所以他才会假冒店长与店员演了一出戏。那么阿正又是如何发现的呢？原来他刚进店时就注意到了店员明显有些不对劲，而莱卡用暗号向他表示电影院看起来非常紧张。结果二人的这一举动让电影院想到了传达暗号的方法，于是他用2枚硬币以及没有苦瓜的苦瓜豆腐，通过日语谐音的方式来暗示二人这里有强盗。除此之外，店员还在介绍菜品时故意说了一些冷门小菜。眼看事件完美解决，阿正这才反应过来，莱卡在自己吃烤肉是别有用意。毕竟莱卡以前就经常会路过这家烤肉店，但却从未见过他在这个点开过门。之后二人一同跑回医院，并在樱花树下继续谈心。虽然莱卡非常感谢阿正能与自己成为好朋友，但他也知道这快乐的时光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还记得小女警之前找他时，莱卡突然晕倒了吗？那是因为他的人格在那个时候转化成了青叶子，而这也意味着鲜叶子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了。他其实已经不需要莱卡了。更何况莱卡之所以会接近阿正，只是为了让他帮忙调查火焰天使，但这件事已经完美解决了，而莱卡的使命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。虽然他心里很舍不得阿正，也舍不得二人共度的快乐时光，但如果莱卡不消失的话，千叶子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，所以他早就做好了决定。今天与阿正的见面就是他俩最后一次了。除此之外，莱卡知道千叶子并不认识阿正，所以他希望对方在下次见面时千万不要与他打招呼。没想到阿正听完却突然掀开他的衣领，说自己与莱卡一样，身上也留着童年时的创伤。最后二人相互做了道别，而他们这一别也就此成了永远。很快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，青叶子在养父母的陪同下终于顺利出院了。阿正虽然很想上前搭话，但理智最终还是占了上风。
他躲在不远处，默默地望着青叶子祈祷，他今后能得到幸福。之后，阿哲回到那棵樱花树前，向莱卡做了最后的道别。这2集的内容是发生在阿哲刚刚破获了连环白尸案，也就是他与我陆约好下次见面的时候。这天晚上，一个女孩正推着行李箱独自走在路上，几个流浪汉见状便好心提醒她，附近出现了连环杀人魔。可女孩却并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自顾自地往前走着。隔天一早，一位年轻女性在被人杀害后被抛尸在了十字路口，并摆成了十字架的造型，而她已经是近期出现的第3名受害者了。由于该案发生在其他辖区，中原警官在收到支援请求后便决定派小女警过去。据警方了解，虽然目前他们还没有发现3名受害者的共通点，但从作案手法来看的话，应该是同一人所为。可令人在意的是，警方还在尸体的伤口附近检测出了除受害者以外的血迹。由于这是一些陈年旧血，很有可能是原本就粘在凶器上的，于是警方便做了 DNA 比对，并发现这上面的血迹与22年前的另一起灭案的受害者相吻合。一位胡子警官听到这里，突然脸色骤变，说当时的那名凶手是与参玄斗，而此人也正是当初老刑警在给阿哲讲案件时曾提到过的连环杀人魔。然而胡子警官却并不认为这次的凶手是雨申，而他的女下属也表示，雨参之前杀害的都是些失足少女，但这一次的案件无论是职业还是年纪都有所差别，不像是同一人所为。更何况在雨伞杀害第17人时，警方就没有在现场找到凶器，所以应该是有人用那把凶器再次作案了。为了不再出现新的受害者，胡子警官当场吩咐下属尽快将凶手逮捕归案。小女警一路跟着猫警来到流浪汉的聚集地打探消息，得知昨晚有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奇怪女孩曾推着行李箱来过这里。可就在2人调查时，一个人影正在远处看着他们，而他就是消失许久的我陆了。原来我陆的妹妹小爱因为患有心脏病，却始终没有回诊，于是她的主治医生便通知了我陆。可当我陆来到小爱家时，却发现屋内一片狼藉，而且还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许多个机关盒。后来小爱就在公交车上发病，并遭到了某人杀害。我陆为了找出真凶，并与他的堂兄弟们上演了一出公交劫持，最终在阿长的帮助下确定凶手就是司机。我陆为了亲自给妹妹报仇，想尽办法及时走了司机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司机居然说自己才是受害者。我陆一怒之下将司机杀害，并将他的手寄给了阿正，后来也因此遭到警方通缉。然而就在五路以为这一切都将全部结束时，他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匿名信。那人说自己在漂流邮局曾见过小爱写的明信片，而那里据说是能寄信给死人的地方。后来我陆就在漂流邮局里找到了小爱写的明信片，然而里面的内容却令他当场傻了眼。只见上面赫然写着给即将死去的我。原来自从小爱得了心脏病后，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，可在他们这种过度的关爱下，小爱只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活着。我陆看完一头雾水，这分明就是小爱写的遗书啊！难道他所说的慢慢的死去就是故意不吃药以死自杀吗？可这样一来的话，那个久等又到底会谁呢？为了查清楚妹妹死亡的真相，我陆最终做了一个决定。之后如调查到，小爱生前经常会去加吉亚赌场，而他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位与妹妹年龄相仿的女生，于是他便先给保安一些钱，表示自己想要将她带走。随后我陆了解到，小爱曾在地下赌场工作，还与这位女生是同事。可我陆想不明白的是，从不缺钱的小爱为何会突然去赌场打工呢？女生说自己曾经小爱提醒过，她是通过一位新的医生介绍才到这里上班的。可她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哪有什么新医生会给人推荐到赌场打工的？而且小爱看起来也不像是会上班的人。除此之外，女生还说店里曾来过一位占卜师，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，那人就可以帮忙占卜。但小爱却并没有参加。就在2人谈话间，女生一不小心将饮料打翻，洒在了五路的手套上。女生一边擦着手套，一边说自己也不打算在赌场打工了，毕竟在这里上班实在是太恐怖了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发现这几名受害者手脚的淤血明显有些不自然，很有可能是遭受过挤压。这就说明凶手把尸体塞进了某个东西里，然后再运到了十字路口。听到这里，猫姐连忙将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，并调取到了附近监控。只见画面中，一个双马尾女孩正推着行李箱往前走。如果刚才说法成立的话，那么行李箱里装着的就是尸体了。凶手为何要大费周章的将尸体运到十字路口呢？夜里，小女警正在整理资料时，警局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。原来我陆在听到多少女生说的话后，觉得此事与另外杀人案有关，而他一看到小女警，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阿正。还记得阿正之前因为公交疾驶一事耽误了去美术馆看画展吗？后来我陆就告诉他，画展的下一站在大阪，于是阿正便买了去那里的车票。
身为小女警，这边他虽然没有听出我录的声音，但还是觉得无论如何得先去看看。于是便独自来到了地下赌场。然而就在他小心翼翼地寻找线索时，一帮警察却突然闯了进来。虽说小女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但她也终于确定了受害者的共通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地下赌场的员工。可这样一来，就意味着他们与那些失足少女并无不同。难道凶手真的是与猜拳斗吗？另一边，博路还在研究着，从小爱家里找到了机关盒。他虽然对里面的东西十分好奇，但是却怎么也打不开。这时，博路的堂弟突然查到，在这附近有家机关盒的博物馆，于是三兄弟便来到博物馆，向工作人员表明了来意。没想到对方居然一眼就认出机关盒的主人是小爱。原来他名叫小石，是小爱的好朋友。不过他对于小爱的死却有着异于常人的愤怒。由于小石并不知道应该如何打开机关盒，于是便将工匠的名片递给了我路。我路本想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九斗的人，可还没等他说完，小石就被人给喊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电视上突然报道说，连环杀人案出现了第4名受害者，而她正是与我路聊天的那名女生。不仅如此，凶手还在现场留下了自己的署名与参石斗，而石斗在日文中也和九斗同音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在调查这个名字的含义。这时，一个警员突然冲了进来，输在第4名受害者的手机上检测出了我路的指纹。小女警听完，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打电话的人就是我路。但由于警方并没有留下我路的声音，档案还得需要某位病人才行。不久以后，警局接到博物馆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五路昨天曾去过那里。所有小女警就从小石口中得知，五路昨天的确有来过这里，而且还带着妹妹的衣物。正当小女警感到疑惑时，她却突然看到了小石的名字。猫姐姐小石还有别的事，并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她。可小石看完，却突然感叹道：“真是一个好名字。”之后，小女警在审问赌场的员工时，竟意外得知双马尾女孩其实是个占卜师。与此同时，猫姐突然接到小石的电话，她说自己想起了某件事，需要让猫姐再回来一趟。而得到星系族的小女警也急忙把此事转告给了猫姐。她还听说那位占卜师是用姓名来做占卜的。可小女警说着说着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她连忙查看受害者名单，结果却有了惊人发现。猫姐因为急着去见小石，于是便让小女警先确认一下22年前被雨伞杀害的受害者们名字中是否有十字。小女警听完，连忙翻阅以前的答案，果然就发现这些受害者的名字里全部都带有十字。可令人在意的是，第17名受害者居然与博物馆的小石同姓。这下小女警非常确定，连环杀人魔就是小石，而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猫姐。小女警连忙给猫姐打去电话，但却始终无人接听。而此时的猫姐已经到了博物馆。他见小石正跪在地上，似乎是在寻找什么，于是便主动上前帮忙。这一刻，小石彻底卸下伪装，说自己就是连环杀人魔，而且他是羽参玄斗的儿子羽参石斗。眼看猫姐就要撑不下去了，小石根本不急着去补刀，而是换上抛尸用的女装，准备将猫姐装进行李箱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猫姐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把自己和小石靠在了一起，还说钥匙已经被他给吞下去了。对于猫姐来说，只要她能再拖住凶手一会，就能为同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。可当小女警赶到现场时，她却在请求支援的过程中突然被人给迷晕了。另一边，气急败坏的小石正打算对猫姐进行补刀时，一个男人却突然拦住了他。原来我路通过之前的一番观察，终于确定朱德就是眼前的小石，但他却并不打算交给警察，而是要由自己亲自审问。另外那个名于小女警的人也是我路的堂兄弟，但小女警醒来时，凶手早已不见踪影。但好在猫姐因为抢救及时，目前没有生命危险。至于小石为何会成为连环杀人魔，而他的下场又究竟如何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，再来看看掉线许久的阿正吧。话说阿正在看完画展后，就心满意足地坐上了回家的列车。这时，一位漂亮的大姐姐突然坐到阿正的身边，看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阿正也没有多想，披上外套就要睡觉。可他睡着睡着，却在无意间瞥见了女人的信。原来这个女人名叫红子，这封信是他父亲写给他的。可对方明媚的信仰说自己非常期待女儿来名古屋玩，但阿正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，这让红子很是不解。阿正连忙解释说，如果将信上的涂鸦所代表的物件其第一个字母重新排列的话，就会得出不要去名古屋这句话。阿正的解读让红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他连忙找出其他类似的信件与阿正一一解读，结果却惊人的发现，信上竟是说一些不要被骗了，别回来，有危险之类的话。难道红子的父亲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？原来红子根本就没有见过父亲，他从小是被母亲的好友养大的。当初养母曾告诉他，他的亲生父母已经去世了。然而红子却在某天发现了一叠被藏起来的旧信，上面居然是他父亲写给养母的，让他赶紧把孩子还回来。
洪子为了了解事情真相，便往信上的地址接了封信。结果后来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，对方说他与妻子都还健在，根本不是像养母所说的那样。而洪子之所以想要去名古屋，是因为他在不久后就要结婚了，他希望父亲能陪自己走完红毯。这时阿正突然看到那些寄给养母的旧信上也全部都有着涂鸦，于是二人便继续解读其中含义。可他们越是深入了解，就越发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。只见第一封信上赫然写的是别相信他，接着第二封是他的胡闹，而第三封则写的是暴力。由此不难看出，虽然这些信都是孔子父亲写的，但画图案的人却并不是他。原来在这些涂鸦背后，其实是两个女人无声的反抗。当初洪子的生母因为一直承受着丈夫的暴力与支配，她害怕洪子也遭受苦难，于是便委托好友带走孩子，后来就与他用信念上的暗语交流。除此之外，阿长其实早就注意到有个人一直在朝他们的位置悄悄靠近，而他正是洪子的养母。眼看洪子已经知道了涂鸦的秘密，于是养母便说出了一切真相。原来洪子的父亲因为心脏病突发，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但他妻子却因为长期饱受折磨，精神产生了错乱，一直以为对方还活着，所以才一人分饰两角给女儿回了信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既然洪子的父亲是个人渣，而且还早就去世了，那应该由谁来陪洪子走完红毯呢？仔细想想，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平安度过，完全是因为有两个坚强的女人在背后默默地为他遮风挡雨。难道他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，不该让他们陪自己一起度过吗？不久以后，名古屋就要到站了，洪子准备等下就去见他的生母，可阿正却在这时突然注意到有个暗语很是奇怪，明明洪子解读出的是祝你幸福，但有一个字却始终对不上。于是阿正便趁洪子上厕所时，私下对养母说，其实那个暗语还有另一种解法，而他真正的意思是我们联手杀了他。也就是说，洪子的父亲其实是被他俩联手杀害的，所以生母才会在后来精神错乱。养母的一番话不禁让阿正回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沉默。临走时，洪子突然询问阿正，如果是他参加婚礼的话，他会选择和谁一起走红毯呢？那么话说回来，我路这边又都在忙些什么呢？原来他之所以会找到小石，是为了打听小爱的事，而且他还在临走时特地帮猫姐做了紧急之穴，所以对方这才活了下来。所有小石就在小南家的游轮上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他是宇灿的私生子，从小就受到了父亲的关爱。可以宇灿作为一名变态杀人魔，只要和女人相处久了就会起杀心，所以他每个月只为来看母子一次。那时宇灿给小石讲了许多自己的光荣事迹，还说他一直想要个女儿，然后再亲手杀掉。没想到小石为了哄父亲开心，居然从小就穿起了女装，看来变态基因是真的会遗传的。除此之外，宇赛还认为诗是一种很时尚的字符，它代表着这个世界的真理，所以他才会专门上那些名字中带有石的女性。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却在22年前的最后起命案中突然杀了一个没有识字的女人，而且还在死之后失踪了。小石觉得事有蹊跷，便一路查到了老刑警的搭档，果然就发现对方总是在盯着一座花坛发呆。后来小石趁塞尔无人时偷偷去挖了花坛，结果找到了一具白骨以及一个带锁链的钱包。小石分明记得这个锁链是他父亲的东西，他怀疑是那名警察杀死了父亲，于是连忙打电话报了警，但却没一个人肯相信他的话。小石还表示自己其实早就杀过人，当初他的母亲在宇才失踪后就一直哭个不停，还成天请求儿子杀了自己，于是小石便真的成全了他。后来小石还把此事告诉给了小爱，而对方因为要想要自杀，便拜托小石杀了自己。两人约好在终点站的十字路口碰面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小爱却在赴死路上被人截胡。除此之外，小石也知道心理医生的事，毕竟就是他介绍给小爱认识的。他说小爱有了喜欢的人，对方是一位机关盒的工匠，小爱为了做出改变，所以才会去找心理医生咨询的。说完，小石还拿出一枚戒指，表示这是医生送给他驱邪用的。现如今，小石已经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。然而正当他打算离开时，小石却突然四肢无力，瘫倒在了地上。原来我路一想到那些女孩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就要被杀害，他的内心里就感到无比愤怒，所以他在茶杯里下了药，并将小石打包成快递送给了警察。随着案件宣布告破，警方在审问小石时突然收到了老刑警寄来的证据，这让小石终于看到了父亲成员昭雪的希望。另一边，母鹿也在工匠的帮助下成功打开了机关盒，但里面的内容却令他震惊不已。一想到这里，五鹿就越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。他刚才明明听工匠说他和小爱都互相喜欢着对方，而且也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，可他既然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那他又为什么会想要自杀呢？难道是这位心理医生诱导的吗？而在小石的案件背后，又会不会是心理医生搞的鬼呢？
所以后来阿正才会在医院里收到那枚我录寄来的戒指。不过他至今也没有搞懂其中的含义。时间回到现在，阿正刚刚送完莱卡，就在路上遇到了我录。二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后，我录便讲起了戒指的事。